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的知羞耻，范丞丞的不知羞耻，让跑男彻底封神。只要提到跑男，很多观众都会有各种聊不完的话题。从这档综艺节目引入到国内的那一天起，很多人就彻底喜欢上了这档综艺。有欢乐，有运动，有竞技，有团结，有正能量，这样的综艺节目怎么能不叫人喜欢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节目的变化真的越来越大了。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常驻嘉宾的变化，当然，这也是观众吐槽最多的地方。自从邓超、陈赫、鹿晗三位离开之后，很多观众便觉得节目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。其实这是时代的变化，并不是说单纯因为换了嘉宾而造成的结果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跑男必须要适应所有的观众群体，而并不是说只服务于老粉。对于新的年轻观众来说，他们喜欢看什么，那节目组是要适当去满足的。只有做到同时兼顾全年龄段的观众，这档节目才能更加长久。咱们就冲现在的跑男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基本做到了老少皆宜。在嘉宾这一块，节目组不仅保留了李晨、郑恺、Angelababy 三位一直不变，还增加了沙溢这位老年人。除了老年人之外，节目组还请到了年轻人喜欢的周深、白鹿、范丞丞。除此之外，在每次飞行嘉宾的邀请中，节目组也是主打一个谁红就请谁。现在的嘉宾阵容可以说整体的笑点输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缺点就是运动这一块稍微差点意思。当然，这一点并不是非常重要，节目组完全可以通过飞行嘉宾来补齐这个缺点。咱们就拿最新这一季节目来说，撕名牌的频率就非常高。很多观众追跑男就是为了看撕名牌，节目组这次也算是让观众看了个够。通过飞行嘉宾的调配和游戏的规则设计，每一期的撕名牌都变得非常精彩。毫不吹嘘地说，这一季绝对是常驻嘉宾换人之后做的最好的一季，撕名牌这一块真的是深入人心啊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谁都没有想到突然之间蔡某人出事了，接近尾声的跑男彻底陷入了困境。大家都知道，综艺节目都是提前录制的，泰国这期节目很早就有了路透消息，观众可以说是特别期待。除此之外，出国录制综艺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，花费的人力物力也是要比国内大很多的。在所有人都付出了更大的精力去录制了这样一期内容之后，万万没想到被一个蔡某人全耽误了。幸好跑男的后期工作团队够牛，在10几天的时间里硬是让蔡某人来了一个原地消失。当观众看到期盼已久的这期节目之后，真的是各种夸爆了后期团队。除了一整期内容中找不到任何蔡某人的一个镜头之外，节目的整体剧情还是非常合理的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期内容的笑点依然相当足，丝毫不输之前的任何一期节目。我真的是被这样的神剪辑彻底征服了。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期节目的精彩之处。白鹿的知羞耻，范丞丞的不知羞耻，让这期跑男彻底封神。第一，白鹿的知羞耻。在第一个游戏环节中，白鹿和沙溢摆弄王鹤棣做动作去猜词。在整个过程中，白鹿都是比较害羞的，并没有和王鹤棣有太多的肢体接触。大家都知道，白鹿在分寸感这一块经常被吐槽，这次可以说是为自己证明了。其实从白鹿的害羞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只是对熟悉的人会开很多玩笑，对不太熟悉的人就会收敛很多。白鹿这样的知羞耻是非常好的，完全避免了他和王鹤棣之间的尴尬，也不会因为一些肢体接触而被骂。当然，这个游戏设计的相当好，
即便是没有任何接触，王鹤棣依然被白鹿和沙溢完全操控，三位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笑点，比如玛丽莲梦露、抓耳挠腮等等。在第二个游戏中，白鹿和宋雨琦两位在福店上对战。话说节目组是真会搞事情，直接放出了白鹿的原唱歌曲《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》。在这些嘉宾中，周深、范丞丞、宋雨琦、Mini、蔡某人都是专业的歌手，白鹿在他们面前简直就不能称之为歌手。说实话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，根本不知道白鹿居然还有歌手属性，只知道他是演员，而且很多电视剧也都看过。当白鹿的原唱歌曲被放出来之后，他瞬间就跪下了，因为他是知羞耻的。看到白鹿下跪之后，宋雨琦不明所以的也跟着跪下了，这真的是要把人笑疯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白鹿伴随着自己的歌曲很随意地跳起了舞蹈。尤其要说的是，白鹿和宋雨琦两个人整齐划一地跳了一小段舞蹈之后，全场真的是被震撼住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有白鹿的地方就不会缺少快乐。节目组用他的歌来羞辱他，真的是太损了，也太搞笑了。第二，范丞丞的不知羞耻。在这一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观众还在说范丞丞不如蔡某人。其实一整季的节目看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了范丞丞之后，节目是更加搞笑的。尤其是在这期节目中，范丞丞简直就是扛起了整期节目的笑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范丞丞比蔡某人的优势在哪里呢？很简单，那就是范丞丞没有任何偶像包袱，甚至可以说是不知羞耻，怎样搞笑他就可以怎样去做。在第二个游戏中，范丞丞对战蔡某人，虽说被剪得只剩下范丞丞一个人独舞了，但笑点却一点都没有减少。一上去直接做了一个边脱衣服边喂的动作，范丞丞真的是太不知羞耻了，但是却把观众看嗨了。紧接着范丞丞又拿着衣服在那里上下煽动，而且表情非常用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白鹿的表情，就能知道现场有多搞笑。只可惜看不到有偶像包袱的蔡某人是怎么模仿的，相信肯定也很搞笑。在最后，范丞丞直接来了一个上衣套头动作，真的是要笑疯全场了。话说在这个游戏中，范丞丞这样的操作简直就是绝杀啊！在游戏过后，沙溢调侃范丞丞的舞蹈不过关，结果范丞丞直接说主打就是一个节目效果。听到这话之后，王鹤棣直接表示难怪你镜头多呢。老实话说，范丞丞是真的很会搞节目效果，只要能逗笑大家，他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爱豆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范丞丞的搞笑镜头还有很多，比如范丞丞和王鹤棣两个显眼包一起边蹦边点头，嘴里喊着帅到没朋友。这样的迷惑行为很不被人理解，但是却很搞笑。在听到宋茜的屋顶着火之后，白鹿和范丞丞居然直接站起来伴舞了。当然，在范丞丞这个显眼包的衬托之下，白鹿的舞蹈根本没有任何精彩之处。看着范丞丞有点女团的舞蹈，我真的只想笑，他真的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啊！一整期节目看下来之后，范丞丞真的是完全藏在了我的笑点上，你们呢？